回乡创业，我免费帮乡亲们直播卖农货，一年卖了300万。直播做火以后，表姐夫联合村支书到处说我卖假货，黑村民的钱。一夜之间，全村人冲到我的工作室，把设备砸得稀巴烂。表姐夫指着我的鼻子喊：“滚出去，再也别回来坑我们！”我一言未发，连夜收拾剩下的设备，搬到临县。我要让他们亲眼看清，到底谁坑了谁。我叫方艳秋，农大毕业，在省城干了3年品控主管，攒了8万块，辞职回了清溪村。我爸一个人守着3亩地，腿不好，蹲都蹲不下去。村里人都觉得我脑子有病。老陈头说：“你还不如去广东打螺丝。”我没解释。8万块租了村口废弃的老供销社，3个月改成工作室加直播间，然后挨家挨户去谈。我跟村里人说：“我帮你们把土特产放到网上卖，不收1分钱佣金，赚的都是你们的。”没人信。王婶第一个问我：“你图啥？”我说：“我靠平台给创作者的流量补贴和政策奖励活，够我吃饭就行。”他还是不太信，但他的蜂蜜堆了半年卖不出去，25块一罐，镇上都没人要。他说：“那你试试吧，反正也卖不掉。”第1个月，我把王婶的蜂蜜、老陈头的腊肉、刘大伯的土鸡蛋一样一样拍了图片，写了文案，开了第1场直播，7个人看，其中3个是我自己切的小号。那1个月总共卖了2100块，去掉包装和运费，王婶到手800多。他拿到钱的时候表情挺复杂，说了句：“也就这样吧。”第2个月好一点，卖了4000多。第3个月转折来了，那天凌晨4点，我跟着村里采菌子的胡大爷上山，山路滑，我背着设备差点摔下去，手机屏幕磕出了一道裂缝，但拍到了好东西。凌晨的山雾，老头弯腰用木棍扒开落叶，手电筒照出来的金黄色牛肝菌。我把这段剪了3分钟发上去，标题就写了一句话：凌晨4点的山和68岁的采菌人。那条视频爆了，当天播放量破了200万，评论区全是太真实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山货。怎么买？我当天晚上加急开了1场直播，卖了8万块的野生菌，8万1个晚上。胡大爷数钱的时候手抖了半天，他说他种了一辈子地，从来没见过一晚上能挣这么多钱。消息传开以后，全村的态度一下就变了，以前说我脑子有病的，开始排着队来找我。方艳秋，你帮我也卖卖。方艳秋，我家的腊肉也行吧。方艳秋，我老婆做的手工粉条，你看看能不能上。我来者不拒，一家一家上门拍，一个产品一个产品做文案。王婶的蜂蜜，我自己花了600块，送去县城做了一份检测报告，又做了溯源标签，上面有王婶的名字、封箱编号、采蜜日期。一罐蜂蜜从25块卖到了98。王婶拿到第1个月的结算款时，数了3遍，手指头都是抖的。老陈头的腊肉，我帮他做了真空包装，找老赵谈了冷链配送的价格。以前他的腊肉在镇上卖10块1斤没人要，现在45一斤，月月断货。年底他杀了头猪，专门给我送了一条后腿来。半年时间，月销售额做到了30万，1年下来总销售额300万，全村人均收入翻了1倍还多。我的账号粉丝涨到了23万，6家企业跟我签了长期供货合同，3个平台给了我创作者扶持流量，佣金1分没收。我以为这事就这么干下去了，但是有些人不这么想。我表姐夫钱广明在镇上开农资店的，卖化肥农药种子，以前村民种地都在他那儿买，生意一直不错。可是我搞了直播以后，大家都把心思放在土特产上了，化肥用量少了，农药也不怎么买了，他的店营业额缩了40%。更让他难受的是另一件事，村里有2户人家闹宅基地纠纷，闹了半年没结果。以前这种事都找村支书吕德厚调解，但这次2家人跑来找了我，我说我也不懂这个，他们说不是让你判，就是你说话他们都听，我帮着调了调，2家人都接受了。这事传到钱广明耳朵里，有天晚上他跟吕德厚在镇上打牌，甩了一句：“老吕，你这个支书让一个20几岁的小子给架空了，你知道吗？”吕德厚筷子顿了一下，没吭声。但回去以后，事情就变了。先是钱广明开始在镇上到处说，他在3个茶馆跟不同的人讲了3个版本。版本1，方艳秋用外地的便宜或冒充咱村的土特产。版本2，300万，他说不抽佣就不抽佣，鬼才信。中间不知道吃了多少。版本3，他搞直播被平台罚过，到时候全村跟着背锅。3个版本，没一个是真的，但凑在一起听着就像那么回事。吕德厚的手法更阴，他从来不直接说我坏话，他只是在各种场合忧心忡忡的提一句：“上面查的严啊，网上卖东西出了食品安全问题，整个村都得受处分。”他在小卖部跟人说，在棋牌室跟人说，在村口跟人说，每次都是一副为大家着想的样子。有个老太太听了他的话以后，真的不让他儿媳把鸡蛋给我卖了。谣言就是这么扩散的，一开始是嘀咕，然后是怀疑，然后是恐惧。那天晚上，我在工作室处理第2天要发的货，打包了30多箱蜂蜜和腊肉，快递单都贴好了，门被踹开了，20-30个人涌进来，钱广明走在最前头，手里攥着一把锤子。方艳秋，你还有脸在这儿？他一锤子砸在电脑屏幕上，我愣了，还没反应过来，补光灯就倒了，货架被人推翻，玻璃罐子碎了一地。有个年轻人把我的3脚架从中间折断了，另一个人把墙上挂的食品安全许可证扯下来，踩了几脚，包装好的蜂蜜罐子摔得满地黏糊糊的，蜜的甜味和碎玻璃混在一起。王婶从后面挤进来，喊了一声：“艳秋，这孩子不是那种人。”钱广明一把推开他：“你懂什么？他就是拿你们当棋子。”吕德厚站在门口，一脸痛心的表情，摇着头，叹着气，但他的嘴角跟眼神不配，嘴上是惋惜，眼睛里全是算计得逞的满意。钱广明指着我鼻子的时候，离我的脸不到1巴掌的距离，他的口水喷到了我脸上。滚出去，再也别回来坑我们！
我没反驳，没解释，我蹲下来，把没碎的蜂蜜罐子一个个捡回箱子里，有个罐子裂了条缝，蜜从缝隙里往外渗，我用手指头把缝抹了一下，放到旁边。村民们陆续走了，工作室一片狼藉，碎玻璃在灯光下闪。我坐在门槛上，掏出手机给叶小棠打了个电话，来帮我搬东西吧，没有多余的话。那天晚上我装车，我搬走了所有设备，虽然大部分砸坏了，更重要的是电脑主机还能用，里面存着所有的客户联系方式，6家企业的供货合同，3个平台的合作协议，品牌注册证书，食品检测报告，还有那个23万粉丝的直播账号，注册在我个人名下，密码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我搬走的不是几台机器，是这个村所有产品通向外面世界的唯一通道。临走前，我把工作室的钥匙放在门口的砖头下面。叶小棠从县城骑了40分钟电瓶车赶过来，到的时候凌晨1点多了。她站在工作室门口看了2秒，没哭没骂，弯腰开始捡地上的东西。2个人一件一件整理，补光灯碎了2根，三脚架从中间断了没法用了，电脑屏幕裂了但主机还转。她把能用的数据线一根根缠好放进箱子，碎玻璃用扫帚扫到墙角，地上有一片蜂蜜粘在一张发货单上面，那是上个月的，列着12户人家的名字和发货量。我把它从地上接起来，蜜糊了半张，但名字还看得清，王婶、刘大伯、老陈头，每一个名字我都帮他们卖过货。叶小棠蹲在货架旁边，翻出一个相机存储卡，拍直播用的。她吹了吹灰装进口袋，我说留着吧，里面有素材。她说我知道。搬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在角落看见一沓纸，是我之前给村里每户人家手写的产品标准手册，上面写着王婶蜂蜜，采蜜周期不低于7天，含水量低于20%，灌装前过滤2遍。老陈头腊肉，腌制不少于15天，盐度8%到12%，真空封装后4摄氏度保存。厚厚一沓，每页都是我自己查了资料以后一个字一个字写的，上面踩了好几个脚印。我翻开第一页看了2秒，然后整沓扔进了垃圾箱。凌晨3点，我爸来了，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军绿棉袄，外面套了个旧马甲，一瘸一拐从村头走到村尾。他的膝盖不好，平时走个300米就得歇一歇，今天走了快1公里。他站在门口看了半天，什么也没说，然后走进来，弯腰去搬一个纸箱。我说爸，你腿不行回去吧。他没理我，搬了一趟到车边，放下箱子靠在车门上喘了半分钟，然后又走回来搬。叶小棠去扶他，他摆摆手，来来回回搬了7、8趟，他的膝盖每弯一次，我都能听到里面咔嗒一声响。搬完了以后，他在车边站定了，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个塑料袋，塑料袋里面裹着一个布包，他把布包打开，里面是一沓钱，10块的、5块的、100的混在一起，有几张边角都卷了，还有几个硬币，2万3，是我这几年存的，你拿着，到了那边别饿着自己。我嗓子眼堵得厉害，够用的吧？你自己留着买药。他把钱往我手里塞了第2次，我又推回去。他第3次伸过来的时候，叶小棠接住了说：爸，我们拿着，您放心。老爷子点了点头，他又说了一句：我前天听见钱广明在小卖部说你。没说完，转身往回走了。我站在那里看着他，一瘸一拐走进黑暗里，走了大概40、50米，身影就看不见了。叶小棠轻声说了一句：你爸膝盖肿得厉害。我来的时候看到他在院门口站着等，2条腿都在打颤。我没接话，继续搬箱子。搬东西的时候手被碎玻璃划了一道口子，不深但一直渗血。叶小棠从包里翻出一个创可贴给我贴上，他的手指甲上还有没来得及擦掉的指甲油，只剩2个指甲上有。贴完他说了句：你小心点。我说整个晚上我们就说了这么几句话。装车装到凌晨4点多才装完，面包车的后座和后备箱全塞满了，最后一箱放不下了。叶小棠抱着坐在副驾驶上，那个箱子里装的是我做的产品标准模板和所有的客户档案，纸质版的。我以前每个客户都做了一份档案，写了他们的采购偏好、联系方式、付款习惯，这些东西没法再复制了。装车装到4点多，天还没亮，我开车经过村口的时候放慢了速度。那面墙我当初花了1个星期刷的，底色是浅绿的，上面用白漆写了8个字：清晰好物，山里的味道。字体是我自己设计的，不是什么花体，就是圆圆的那种。现在上面被人用红油漆歪歪扭扭写了5个字：骗子滚出清溪。红漆还没完全干，顺着墙面往下淌了几道。我还看到工作室门口贴了一张纸，钱广明手写的，此处已由清溪村委收回管理。字写的歪歪扭扭，委字还写错了，多了一横。经过刘大伯家门口的时候，我余光看到他家灯还亮着，门缝里有个人影闪了一下，又缩回去了。他在偷看我走，但没出来。到临县的时候天刚蒙蒙亮。老赵，我在省城工作时认识的，跑了20年冷链物流的老司机，我提前给他打了电话，他在冷链仓库里给我隔了一个小房间出来，没窗户，水泥地，一张行军床，门外就是嗡嗡响的制冷机组，吵得睡不着觉。设备堆在角落，2台砸坏的补光灯，1台裂了屏幕的电脑，半箱没碎的蜂蜜罐子，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了。叶小棠帮我铺好被子，坐在行军床边上，我闭着眼说了一句：他们会后悔的，不是我要让他们后悔，是他们自己会后悔的。他握住我的手，没说话。外面的冷链车嗡嗡响了一整夜，后来我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。钱广明第2天一大早就到了我的工作室，他连夜让镇上打印店做了一块招牌：清溪农产直销中心，白底红字挂在门口。他在微信群里发了200块红包，抢完了以后发了一段语音，以后大家的东西都通过我来卖，统一管理，统一发货。燕秋那套搞法太慢了，等我来搞，保证比他卖得好。吕德厚配合得很到位，他在村广播里说了一段话：方燕秋的问题已经处理了，以后村里的农产品销售由钱广明同志统一负责，大家放心，一副为民除害的语气。当天下午，吕德厚还专门在村委的公告栏上贴了一张通知，大意是关于方燕秋经营问题的处理决定，盖了村委的章。通知上写的是经群众反映和村委核实。核实了什么？谁核实的？没人问，反正通知贴出来了，看着就像那么回事。我表姐周芳在朋友圈发了一条：总算清静了，有些人就该早点走，配了个放鞭炮的表情。当天晚上，钱广明请吕德厚在镇上吃了顿饭，2
两个人喝了半斤白酒。钱广明拍着胸脯说：“老吕，你放心，明年我搞到500万给你看。”吕德厚加了口花生米说：“你先把直播弄起来再说。”钱广明笑了：“直播有什么难的？不就是对着手机说话吗？”在临县的第1个月，我每天吃泡面加火腿肠，偶尔去仓库门口的小摊上买一碗3块钱的豆花。8万块钱扣掉之前的各种花销和路上的油钱，还剩不到6万。头3天我没怎么出门，坐在那个小房间里，对着裂了屏幕的电脑整理资料。屏幕右上角有条裂缝，看那个区域的字得歪着头。老赵过来看了一眼，说：“你这电脑得换个屏。”我说：“先不换，能用就行。”他摇摇头走了。第4天出去找了个二手市场，花120买了个旧手机支架和一盏带夹子的台灯，夹在床头，晚上看订单用。老赵的老婆在门口晾衣服，看到我拎着台灯进来，问：“你搬到这儿住了？”我说：“暂时待一阵。”他叹了口气说：“年轻人不容易，中午来家吃饭吧。”我说：“不用了，嫂子。”仓库那个小房间潮得很，被子盖2天就是粘的。洗澡在仓库后面接了根水管，冲冷水。叶小棠周末从县城过来看我，一进门就说这没法住人。我说住得了，比在省城合租那会儿还大点。他没再说什么，把带来的饭菜放下，帮我洗了2天攒下来的衣服。我干了2件事，第1件事，把所有客户资源从电脑里导出来，整理成一个表格，一共23个企业客户和40多个个人大客户，我一个个打电话过去。山卫方的采购经理老刘第一个接了。方艳秋，你不在清溪了？个人原因搬了，但货的品质不会变。他说：“行，你在哪我跟你在哪，你的货我放心。”这种话我听了14遍。23个企业客户，我打了19个电话，14个说认我这个人，你供货就行，有3个说再看看，还有2个没接电话。第2件事，我借了老赵的一辆旧摩托车，跑临县的村子，每天早上6点出门，骑1个多小时山路，到一个村子里走走看看，跟人聊聊他们种什么养什么有什么特产，然后骑回来，晚上整理笔记。摩托车链条断过一次，在半山腰上，我推了4公里才找到一个修车的。有一天下暴雨，泥路打滑，车倒了，我裤腿上全是泥。到了那个村的时候，村民以为我是来要饭的，有个大婶看我一身泥，站在他家门口给我端了碗姜汤。我喝完问他：“你们村有什么特产？”他说：“我们这山旮旯能有什么特产？”我说：“你这姜是自己种的？”他说：“是啊，屋后面种了一片。”我跟他到后面看了半个小时，个头不大，但掰开纤维很细，味道冲得很。我问卖多少，他说卖什么？没人收，就自己吃。蹲在地里看的时候，心里已经有了想法。那天从陶科长办公室出来以后，我在县城街上走了很久，在一家文具店买了2本笔记本，1支圆珠笔，在第1本笔记本第1页写了3个产品名：小黄姜、手工调粉、野生茶，下面画了个时间轴，第1个月品控标准化，第2个月出第1批货，第3个月推广。笔记本后来用了大半本，每页写满了哪个农户的姜品质最好，庞大娘一次能做多少斤粉，茶园哪几棵老树的芽最嫩，全是用脚跑出来的。但我找到了几个好东西，一种野生的小黄姜，长在海拔1200的山上，个头不大，但味道冲得很，当地人拿它当料，2块5一斤没人要，嫌刨出来费劲。一个老太太做的手工苕粉，红薯磨成浆，过滤，在竹匾上一根一根摊开晾晒，她做了40年，手指关节粗得像树根，但只在逢场天摆个摊卖，一次最多卖20块钱。还有一片废弃茶园里的老茶树，茶园主人10几年前出去打工了，再也没回来，茶树没人管，每年春天照样冒芽。我摘了一把嫩芽，用开水泡了泡，茶汤清亮，有一股山里的甜味。我用2天时间写了一份12页的商业计划书，不是空话，是清溪村的完整数据，月销售曲线、客户画像、复购率、退货率，每个产品的利润结构全部用表格呈现，然后在后面加了临县3个产品的市场分析和预计收益。拿着这份东西去找临县农业局的陶科长，陶科长45、6岁，戴个老花镜，翻我的计划书翻了有半个小时，翻到第6页的时候，他停下来看了我一眼：“你在清溪村做到40%的复购率？”我说是。他又翻了几页，把计划书合上了。行，我给你批一个小额扶持项目，免租3个月的临街门面，你先干起来我看看，没有多余的客套。他就是觉得这事能干。那边清溪村开始出问题了，钱广明搞的第1场直播，他研究了一下午怎么开直播软件，让他老婆举着手机，自己坐在我以前的直播间里，对着镜头说：“大家好，我是清溪村的钱广明，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村的土特产。”说了5分钟，在线人数一直没超过10个，因为那个号是从0开始的，我的号连带23万粉丝，我全带走了。他又让人帮忙拍了几条短视频，画面模糊的不行，产品描述就一句：纯天然无污染，播放量最高的一条287，然后就是发货出事了，村民把货交到他那儿集中发，第1批腊肉发出去退了2单，真空包装没做好，路上长带了，客户投诉到平台，要求退全款，退货运费18块，钱广明让村民自己掏，村民不干了，老陈头当面质问他：“方艳秋在的时候从来没退过货，你怎么第1批就退了？”钱广明火了，嫌我不行，你们自己卖啊，然后关了群消息。第2天群里有3户人退了群，又过了1周，有人在群里说了一句：“方艳秋在的时候，每一件货都是他检查完了才发的。”没人接话，但这句话就挂在聊天记录里，刺眼得很。钱广明开始慌了，他打电话给吕德厚：“老吕，群里有人闹事怎么办？”吕德厚说：“闹什么闹？你管好你的货就行了。”钱广明说：“我货也管不好啊，这个真空包装到底怎么弄的？我搞不明白。”吕德厚沉默了一会儿说：“你问问镇上有没有人懂这个？镇上没有人懂，以前懂这个的只有我一个。”转眼到了采摘季，清溪村的野生菌大量冒出来了。往年这个时候，我提前2周就跟买家全部对接好了，预售链接挂出去，
去。俊子还没下山，订单就排满了。彩军人从山上下来，直接送到我的工作室。我验货分拣称重包装，当天发冷链，第2天到客户手里。现在钱广明联系了几个微商朋友，帮忙发朋友圈。1个星期加起来卖了不到200斤，村里那一季出了5000多斤鲜菌。鲜菌最多放2天，第1天品相最好，第2天就开始发黄变软，第3天直接烂。有人急了，半夜拉了一车到镇上批发市场。收菌子的一看是散户供货，没有牌子，没有包装，直接压价，3块1斤，3块。以前我帮他们卖38，那个人站在批发市场的地磅前面，看着秤上显示的数字，手里攥着人家给的100多块钱，半天没说话。有几户人家的菌直接烂在了竹筐里，来不及送也来不及卖。老太太们把筐搬出来，想晒成干菌，但野生菌不是什么品种都能晒的，有几筐晒了2天，全长了白毛，最后一筐一筐往村口的水沟里倒。沟边上蚊蝇嗡嗡的飞了一层。王婶端着一盆品相最好的牛肝菌，在村口公路边摆了一天，从早上7点做到晚上6点，来来往往的车从他面前开过去，没一辆停的。他最后把那盆菌端回家，自己炒了一大碗，一个人坐在灶台边上，边吃边抹眼泪。吕德厚也坐不住了，他打电话给镇上3家超市的采购经理，第1家一听是散户供货，问有品牌吗？有检测报告吗？有溯源码吗？没有，那没法收。第2家说一样的话，第3家更直接，以前我们走方艳秋的品牌进货的，手续齐全，现在你们裸着来不行。3家全拒了。吕德厚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在办公室里坐了半个小时，他忽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：方艳秋在的时候，这些超市和企业为什么愿意合作？不是因为清溪村的东西好，是因为方艳秋的品牌和信用在中间做了担保。现在担保人走了，裸着去找人家，人家凭什么信你？但他不会承认这一点，他只会说市场不好。吕德厚开始琢磨另一个问题：乡村振兴考核，去年的数据是方艳秋做出来的，今年拿什么交差？他找钱广明商量，钱广明说你别急，我下个月肯定能把量做起来。吕德厚问怎么做，钱广明说我再多找几个微商朋友帮忙推。吕德厚看着他半天没说话，我这边在稳步推进。搬进陶科长给的临街门面以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直播，是花1周时间给3个产品做标准化。小黄姜跟农户定了采收标准，不到半斤的不要，表皮有伤的不要，洗净风干后称重分装，每袋标注产地、农户名字、采收日期，包装袋是我自己设计的，不花哨，就是一个牛皮纸袋加透明窗口，能看到里面的姜。手工调粉跟做苕粉的庞大娘一起定了配方和工序标准，红薯品种、泡发时间、晾晒天数全部固定下来，每袋苕粉上面印了庞大娘的名字和手工晾晒第几天。我去拍她做苕粉的全过程，从红薯切块磨浆到竹匾上一根根摊开，拍了一整天，手机存储差点满了。庞大娘一开始不太乐意，她说我做了40年粉条，你来教我。我说不是教您做，是帮您定标准，每批红薯含淀粉量不一样，泡发时间就得调。她来了兴趣，你还懂这个？我说我以前干了3年供应链，我们在她家门口蹲着聊了2个小时，最后她拍了拍我肩膀，你这个人实在行，听你的。野生茶，请了县里一个退休的茶叶评审师，帮我看了看那片废弃茶园的品种，确认是60年以上的老茶树，采了一批明前芽，做了一个小批量，找县里的检测机构出了一份报告，然后发了第1条临县产品的视频，标题很朴素，换了个地方，但我还是那个方艳秋。视频里我穿着一件旧外套，站在临县的山坡上，手里拿着一块生姜，背后是连绵的山，我就说了2分钟的话，说我换了个地方，做的事还是一样的，把山里的好东西送到大家手里。评论区炸了，艳秋哥你去哪了？怎么不做清溪的了？我就认你这个号，你卖啥我买啥。方艳秋你是不是被那个村赶走了？有个认识的人跟我说了，当天涨了3000粉，第1个订单来了，一个复购了7次的老客户，买了5斤小黄姜，留言写着只要是你卖的我就信。第2个订单也来了，然后是第3个。那天晚上到12点，我一共接了17个订单，总金额2300块，不多，但每一单背后都是一个真实的人在信任我。我把17份快递单一张张贴好，每个包裹里除了产品，还放了一张手写的小卡片，感谢支持，有问题随时找我，附上我的微信号。这个习惯是在清溪的时候养成的，那时候每张卡片我都亲手写，一天写40-50张，手酸了就甩2下继续写。那天晚上11点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清溪村的刘大伯，他的蜂蜜堆在家里发酵了，蜂蜜一旦含水量高了又没密封好，就会冒泡变酸。以前我都会提醒他什么时候该灌装，什么时候该封口。电话里他吞吞吐吐的，艳秋啊，你能不能帮我卖下蜂蜜？我这蜂蜜再放就全废了。我沉默了5秒，大伯，这是你找钱广明吧？我在这边忙不过来。他在那头又说了一句什么，声音很小，我没听清。我说了声大伯你保重就挂了。挂了以后，我坐在那里愣了一会儿。叶小棠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没事。那天晚上我翻了好久才睡着，半夜叶小棠发了条微信，你还好吗？我回还好。他说你今天声音不太对，我说没有，有点累。他没再追问，发了个拥抱的表情，说早点睡。我把手机放在枕头边，突然想起刘大伯家的蜂蜜含水量高了会发酵冒泡，瓶盖会被顶开。以前每年这个时候我都提醒他封瓶，今年没人提醒了，不是不想帮，是帮了一个，其他人也会来。我没那个精力，也不想再跟清溪有任何牵扯了。第2天早上，我起来看手机，钱广明发了一条朋友圈，一张新做的灯箱招牌照片，清溪农产直销中心，亮闪闪的，花了1200，配文是新平台正式上线，清溪好物直达餐桌。底下他老婆点了赞，吕德厚点了赞，其他只有3个人点了赞，没有一条评论。我本来不想回去过年的，但我爸打了个电话，你不回来我一个人怎么过？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，不是质问，也不是撒娇，就是一个事实。他一个人在那个院子里
腿又不好，年夜饭自己做不了。我回了，进村的时候是下午4点多，天快黑了。我走得很快，帽子压得很低，不想碰到人，还是被看到了。小卖部门口坐着4、5个人，有人扭头看了我一眼，那不是方艳秋吗？另一个人接话，他还好意思回来。第3个人故意提高了声音，听说在外面混的也不行，灰溜溜的。我没回头，加快了脚步。回到家，我爸在厨房忙活，灶上煮着一锅肉，案板上切了几个菜。他看到我进来，说了声回来了，就没有别的话了。除夕饭在大伯家吃的，2家人凑一起，加上表姐周芳和钱广明，一桌8个人。一坐下，钱广明就开始了。他掏出手机，把屏幕亮度调到最高，给桌上每个人看他的新皮卡，白色的顶配。他说落地13万8，上个月刚提的。然后话题一转，他端起酒杯看着我，艳秋啊，听说你在临县搞什么直播，搞得怎么样啊？我说还行。周芳在旁边接话，还行是多行啊，我看你这一身也没添件新衣服。大伯的儿子低着头扒饭不说话。钱广明放下酒杯，开始分析了。他用那种过来人的语气说，直播这行水太深了，艳秋你就是太实在了，不适合做生意，不像我做了20年生意，什么人没见过。你要不然来我店里帮忙，1个月给你开3500，管吃。我爸的筷子停了一下，他筷子停了，但没放下来。他手里夹着一块腊肉，在空中悬了2秒，然后慢慢放进嘴里嚼，嚼得很慢，我能感觉到他在忍。我没接话。钱广明看没人接，继续说，当初我就说了嘛，年轻人搞什么直播，好好的地不种，你看现在还是得回来，老老实实过日子。大伯说，行了行了，广明，过年的别说这些了。钱广明摆摆手，我这不是关心艳秋吗？他停不下来，他享受这个时刻。周芳在旁边夹了一筷子鱼，一边嚼一边说，我跟你说，艳秋做生意这个事吧，光靠蛮干是不行的。你看你广明哥，人家在镇上做了多少年了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？你那个直播，说白了就是个新鲜玩意儿，能活几天，早晚得回到正经做生意的路上来。我夹了一块腊肉，放进嘴里慢慢嚼，不说话。我大伯的老婆从厨房探出头来，想说什么又缩回去了。她跟我爸同辈，平时关系不差，但今天这个场面，她不敢插话。这时候吕德后来串门了，他进门看到我的时候，脸上闪过一个表情，就1秒钟，然后很快恢复了那种笑呵呵的样子。他拍了拍钱广明的肩膀，在边上加了个凳子坐下来。大伯给他倒了杯酒，吕德后喝了一口，咂了咂嘴，他的目光在桌上转了一圈，在我身上停了2秒，移开了。桌上的菜不多，一盘炒腊肉，一盘酸菜鱼，一碗炖鸡。以前我在的时候，过年前村里人手头宽裕，土特产卖的钱够置办一桌好菜。今年明显比去年少了2个菜。我大伯的老婆在厨房又端出来一盘花生米，过年的菜就凑了4个菜加1盘花生米。吕德后端着酒杯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说，村里明年准备搞个合作社，广明牵头，把大家的农产品统一管起来。我已经跟镇上报了计划了。说完，他看了我一眼，那个眼神的意思是，你走了，照样赚。钱广明立刻接上来，是啊，搞直播嘛又不难，关键是有人脉有资源。他转向我，艳秋你在外面也学不到什么，不如回来跟我干，我手把手教你做生意。周芳笑了，笑得很大声。桌上安静了2秒，我爸放下了筷子，这个动作很慢，筷子碰到碗边，发出一声轻响，全桌都听到了。饭我吃不下了，艳秋走。他站了起来，我也站起来了。走出门的时候，我听到身后屋里钱广明的笑声，然后是周芳的声音，走就走呗，本来就是蹭饭的。有人嘘了他一声，很小。大伯追出来，在门口喊了一声志远。我爸没回头，大伯站了一会儿，叹了口气回去了。经过老陈头家门口的时候，他家灯亮着，门开了一条缝，我看到他站在门后面往外看。他看到我们经过，犹豫了一下，把门关上了。那天晚上砸我工作室的时候，他推倒了一个货架，那个货架上放的全是他自己家的腊肉。父子俩走在除夕夜的村路上，远处有鞭炮声，噼里啪啦的。有几户人家门口挂了红灯笼，路灯坏了2盏。走过那段路的时候，脚下是黑的。我爸走了一段路，突然停下来，他背对着我，看不见他的表情。你在外面好好干，别管村里这些人了。停了一下，你妈要是还在，也是这么说。然后他继续往前走了，一瘸一拐的，右脚落地的时候，身子会往右边歪一下。我站在后面看着他的背影，嗓子眼堵得死死的，但一滴眼泪都没掉。到家以后，2个人都没再说话。我爸进了里屋，关了灯，我坐在堂屋里听外面的鞭炮声，掏出手机看了看后台，有个老客户给我留言，艳秋哥过年好，年后给我留20斤小黄姜。我把手机关了，窗外鞭炮声到了12点最密集，噼里啪啦响了20分钟，然后慢慢熄下来。堂屋顶的横梁上挂着一串玉米，我妈在世时挂上去的，10几年没动过，玉米粒早干透了，颜色从金黄变成了暗红。我爸在里屋翻了一个身，床嘎吱响了一声。叶小棠发了条微信过来，怎么样？我回了2个字，挺好。然后在堂屋的椅子上坐了一夜。第2天一早我就走了，天还没全亮，我爸起来了，在厨房下了2碗面，一碗给我，一碗给他自己。吃面的时候谁都没说话，面条有点软了，煮过了头，但我吃得干干净净。吃完我把碗洗了放好，跟我爸说，过完年你去县里医院把膝盖再看看，我给你钱。他说不用了，治不好的。我说去看看没坏处，他嗯了一声。我出门的时候，他站在院子里看着我，我说爸我走了，他说路上慢点。我走到村口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，他还站在院子里没动。年后第3天，钱广明的合作社正式开张了。他在我以前的工作室里摆了一张桌子，一台电脑，墙上挂了一幅诚信经营的红纸。他弄了个微信公众号，找镇上网吧的小伙子，花500块做的，标题叫清晰生态农品直销平台。点进去以后，只有4张模糊的产品图和一个微信号，定价比我在的时候高了30%。原因很简单，他要抽25%的佣金。他还定了个规矩，所有的货必须先交到他的仓库，统一发，不许村民自己卖。这条规矩直接得罪了3、4个老太太。
他们以前在赶场片，自己在路边摆摊卖点蜂蜜和鸡蛋，现在不让卖了。有个老太太当面问他凭什么，他说村委定的规矩，你不服去找吕支书说。老太太去找了，吕德厚说大家统一管理，对谁都好。老太太没辙了，骂了2句回家了。合作社第1个月的总销售额18300块。钱广明跟吕德厚说，市场不好，平台不给流量，市场不好。我在临县同1个月卖了6万4，问题出在哪？他自己心里清楚，没有品牌，没有品控体系，没有固定客户，包装就是白色塑料袋加1张手写标签，物流用的是镇上最便宜的站点。有一批茶叶发到客户手里，压碎了一半，他用的纸箱太薄了，没放任何缓冲物，客户给了差评，要求退全款，他拒绝退，客户投诉到平台，店铺被扣了500块保证金。钱广明气得在办公室摔了个杯子，这些人怎么这么是？他不知道我当年每发1箱货，都会在里面垫2层气泡膜和1层珍珠棉。品控这个东西，门外汉看起来就是检查一下质量，实际上蜂蜜要看含水量和色泽，腊肉要看盐度和气味，茶叶要看干燥度和碎叶比。我以前每天花2个小时逐件检查，退回去的，平均每天3到5件。钱广明的检查方式就是打开箱子看一眼，看一眼能看出什么？连锁反应一个接一个来了。村里几千斤鲜茶叶，老在枝头没人采，采了也卖不掉。腊肉积压了一整个冬天，开春气温一回升，好几户人家的腊肉长了绿毛。我在的时候，腊肉全部走真空包装加冷链，半年保质期，从来没出过问题。现在他们用的是普通塑料袋，有的连封口都没封严。最惨的是蜂蜜，刘大伯家的蜂蜜堆了3个多月没卖掉，含水量越来越高，已经开始冒泡发酸了。他舍不得倒，但也没人买，最后咬着牙拿到镇上，10块钱1罐，卖给了一个2道贩子。那个2道贩子买了以后，直接贴上别的标签加价卖10块，以前我帮他卖98。刘大伯把那些钱攥在手里，站在镇上的路边站了有5分钟。旁边卖菜的大爷问他怎么了，他说没事。回家以后，他把那100来块钱放到柜子抽屉里，坐在门槛上抽了1下午的烟。最致命的一击是，大客户全跑了，山卫方、先达、盛通商贸这3家以前1年从清溪采购80多万。钱广明主动联系了山卫方的采购经理，说方艳秋走了以后，我们这边继续供货，价格还可以商量。对方回了一句话，我们跟方艳秋合作，不是跟你们村合作。3家全部转到了我在临县的新品牌下面。吕德厚急了，他开始找我，先让村会计打电话，我看到来电显示是清溪村村委会的号码，直接按了挂断。他又托镇上一个认识的人来传话，方艳秋啊，村里想跟你商量商量，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。我就回了一句，商量什么？当初怎么不商量？传话的人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说我帮你传到了。吕德厚还不死心，他让他老婆跑到清溪村去找我爸方志远。我爸在院子里晒太阳，听他说完，站起来说了一句，我儿子的事我管不了，你们找他自己说去。然后关了门。我这边的3个单品开始真正起量了。小黄姜的那个姜疗养生系列，在中老年女性群体里传开了，一条教人做醋泡姜的视频播放量破了50万，评论区全是姜是好姜。方艳秋推荐的不会差，月销从6万爬到了9万。手工苕粉的视频，庞大娘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在竹匾上一根根摊开红薯粉，评论区有人说看哭了，也有人说我奶奶以前也这样做粉条。这条视频的转发量是我发过的所有视频里最高的，复购率稳定在40%。我用赚到的第一笔利润做了2件事。第一件，给叶小棠买了1双鞋，她从县城骑电瓶车过来看我，那双旧运动鞋的鞋底已经磨穿了，走路能感觉到地面的石子。我在县城商场里给她挑了1双，不贵，160块。她穿上的时候没说什么，但走路的时候一直低头看脚。那天晚上我算了笔账，从来临县到现在4个半月，总投入3万7，总收入过了5万，利润不多，但账面是正的。叶小棠周末来帮我整理订单，看到这个数字，她没说什么，但嘴角往上弯了一下。这几个月来，她第一次笑。第二件，给那台裂了屏幕的电脑换了1块新屏。换完新屏以后，我在电脑前面坐了一会儿，桌面上有一个文件夹，清溪村客户档案，里面存着我在清溪1年半积累的所有数据。我打开看了看，73户农户的产品信息，23个企业客户的联系方式和采购记录，47个个人大客户的复购数据，每一条都是我亲手录入的。我想了想，新建了一个文件夹，删全记客户档案，把清溪那个文件夹关上了，没有删，也没有再打开过。钱广明扛不住了，合作社从过完年到现在亏了一屁股，他自己垫了2万多，买包装材料、印标签、付快递费，还有那个500块的保证金罚款。货卖不动，钱回不来，加上农资店的生意也在往下掉，村民没钱了，化肥农药用量更少了。几个月下来，他里外搭进去了小5万，村民也不买他的账了。有天在小卖部门口，老陈头当着7、8个人的面说了一句：“你不是说比方艳秋行吗？现在呢？我去年靠艳秋多挣了2万3，今年跟着你亏了3000块快递费。”钱广明脸涨得通红，我行不行关你屁事？老陈头说：“关我屁事！你把人赶走了，害我亏钱，怎么不关我的事？”2个人差点打起来，被人拉开了。这是在村里传开了。一个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在微信群里问了一句：“方艳秋到底是被谁赶走的？”群里安静了。5分钟后，钱广明说：“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年轻人回了一句：“以前我妈靠燕秋哥卖鸡蛋，1年多挣了6000，现在鸡蛋烂在窝里没人要，跟我怎么没关系？”钱广明把那个年轻人踢出了群，但群里有人截了图发到了另一个群里。这件事在村里引起的震动比谁都想不到。那个年轻人说的不是什么大道理，就是一笔简单的账，以前挣6000，现在亏3000，每个人心里都有这笔账，只是以前没人敢说。有个大婶在群里发了句：“我今年的腊肉全发没了，谁赔我？”又有人说：“方艳秋走了以后，我们家没见过1分钱进账。”钱广明在群里发了：“有本事你们
们自己去卖啊。这条消息发出去以后，又有5个人退了群。吕德厚那边更急，今年的乡村振兴考核跟农产品电商销售额挂钩，去年清溪村在我手里做到全镇第1，赵副镇长在大会上表扬过。今年到现在合作社卖了不到5万块，排在全镇倒数第2，倒数第1那个村只有17户人家。吕德厚给赵副镇长打了个电话想解释，赵副镇长那头只说了一句：“老吕，你别跟我解释，下个月数据报上来，我看的是数字不是理由。”吕德厚挂了电话以后，在办公桌前面坐了半小时，2个人私下碰了个面，在镇上的茶馆里，吕德厚抽着烟说：“得去找一趟方艳秋。”钱广明不愿意，凭什么我去求他？吕德厚看了他一眼：“你不去，我们俩的日子都别想好过了。”钱广明开着皮卡，吕德厚坐副驾驶。路上，吕德厚交代他到了别乱说话，态度放低点。钱广明嘴上说知道了，找到我的新工作室，在陶科长给的那个临街门面里，50多平米，不大但干干净净。我一个人在桌前处理订单。吕德厚进来笑嘻嘻的：“艳秋啊，好久不见了，你这地方不错嘛。”我没抬头，吕叔有什么事直说吧。他坐下来，拿出他那套掏心窝的语气：“艳秋啊，都是一家人嘛，以前的事情有些误会，你别放心上。村里现在确实需要你，条件你开，我们配合。”我继续敲键盘，一边说：“你说的误会是哪个误会？是砸我设备那个误会，还是在广播里说我有问题那个误会？”吕德厚的笑容僵了一下，很快又恢复了：“都过去了吗？你看村里的人也都想你回去。”我打断他：“吕叔，我在清溪帮了1年，1分钱佣金没收，我得到了什么？设备被砸了，人被赶走了，我爸被人指着背后骂，你觉得我还能回去？”钱广明在旁边坐不住了，他插嘴：“艳秋，你也别端着了，大家都不容易，你这边不也刚起步吗？”我抬起头看着他：“广明哥，我问你3个问题。你知道我那个账号上的23万粉丝是怎么来的吗？你知道跟山卫方的合作合同是怎么谈下来的吗？你知道每一罐蜂蜜的溯源标签是怎么做的吗？”他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我看着他，他的眼神躲了一下。1年前拿锤子砸我电脑的时候，他的眼神不是这样的，那时候他理直气壮，现在他连看我都不敢看。吕德厚在旁边打圆场：“艳秋啊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吗？村里的老人们都很想念你。”我打断他：“想念我？砸我设备那天晚上，他们可没想念我。”吕德厚的脸僵了，他端起水杯，喝了一口，遮了一下。我说：“你不知道，你只看到我对着手机说话，以为那就是全部，所以你觉得赶走我换个人就行。”我站起来，语气没有嘲讽也没有愤怒：“你们回去吧，我帮不了。”然后转身继续处理订单。2个人灰溜溜走了。出门的时候，钱广明在停车场骂了一串，但声音明显比以前小了。回去的路上，车里谁都没说话。快到村口的时候，吕德厚开口了：“得想别的办法。”钱广明说：“什么办法？”吕德厚说：“给上面反映，说方艳秋拿着我们村的资源去邻县搞不正当竞争，让上面出面调解。”钱广明眼睛亮了：“对，他在咱村积累的那些客户，凭什么带走？”2个人在车里对上了目光，又开始盘算了。回到清溪以后，吕德厚做了一件事，他去找了赵副镇长，不是汇报工作，是试探口风。他说方艳秋带走了清溪的客户资源，在邻县搞竞争，我们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。赵副镇长听完说了一句：“这个你先整理材料走流程。”吕德厚觉得有戏，他回去以后立刻跟钱广明碰了个头。钱广明说：“走流程是什么意思？”吕德厚说：“就是写举报信。”钱广明说：“我不会写。”吕德厚说：“我来写，你负责在外面造舆论。”2个人分了工，一个写信，一个说人，像当初联手赶走我的时候一样配合。他们走了以后，我坐在空荡荡的工作室里，桌上放着他们留下的2条烟，我看了看，把烟放到柜子最上面一层，没拆。吕德厚写那封举报信花了3天，他在家里写了改了写，最后攒出来一封，核心内容是方艳秋利用在清溪村任职期间掌握的村集体客户资源，携带至邻县从事同类业务，构成不正当竞争，并损害我村利益。他把任职这2个字用得很巧，我从来不是村里的什么职务，但这个词给人的感觉像是公职人员携带公共资源跑了。钱广明那边也没闲着，他在镇上到处说方艳秋就是个白眼狼，吃着清溪村的饭砸清溪村的锅，他在邻县卖的东西全是从咱们村学去的技术。举报信从村里递到镇里，镇里转到县农业局。有天上午我接到一个电话，一个男的说话挺冲：“方艳秋同志吗？我是县农业局产业科的，有人反映你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，需要你来一趟了解情况。”我问什么时候，他说后天上午。后天上午我去了县农业局，那个科员姓何，30多岁，戴眼镜，面前摆着吕德厚那封举报信和一些材料。方艳秋，你先说说情况吧。我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说完以后把 U 盘递给他，这里面是所有的证据。他插上电脑打开看，直播账号的注册信息全部在我个人名下，注册时间都在我回清溪之前，6份企业供货合同，签约主体是方艳秋，不是清溪村，也不是任何村集体组织。品牌注册证是我自己花了1800块注册的，3个平台的创作者协议，签约对象是我的个人身份证号，清溪村1年半期间的完整财务记录，每一笔销售，每一笔佣金，佣金栏全部是0，村集体投入资金0。和科员翻了有20分钟，翻完以后他合上文件，摘了眼镜揉了揉鼻梁，他说材料我看了，举报的几个点暂时看不到依据，但程序上我还是得走一遍，你理解一下。我说理解。程序走了2个星期，这2个星期我没法正常做事，来来回回跑了3趟县农业局，补了2份材料，接了4个电话确认细节。更大的损失不在这里，我之前跟一个企业谈了一个中秋员工福利采购的大单，15万的茶叶和土特产礼盒，谈了1个月了，对方已经口头答应了。结果这个举报一折腾，不知道谁在那家企业的采购群里提了一嘴，方艳秋被举报了。采购经理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艳秋不是不信你，是我们领导说了，有纠纷的供应商先不合作，等你搞清楚了再说。15万，我准备了1个月没了。最终结论下来了，查无实据。和科员跟我说的时候还补了一句，
方艳秋，你的材料准备得很充分，这事本来不该走这么久，但举报信写得很有迷惑性。我说谢谢。从县农业局出来已经下午了，我站在门口掏出手机，3个未接来电，2个客户的，1个农户的，我一个个回了。那个丢掉的15万大单，我后来又找了2个客户补，花了1个月补回来10万的量，剩下5万的缺口到年底才填上。叶小棠知道举报的事以后说，他们要是把你的时间全耗在这种事上，你就真输了。他说的对，举报那2周是我在临县最难熬的日子，不是因为调查本身，我的材料经得起查，难熬的是被迫停下来。那2周我本来要去谈3个新的合作村，要跟一家食品加工厂对接茶叶深加工的方案，要拍新一季的产品视频，全部搁下了。叶小棠每天晚上打电话过来，他从来不问调查的事，只聊一些日常。他在卫生院遇到一个有意思的病人啊，他同事结婚了，今天路上看到一只猫，长得很丑之类的。我知道他是故意说些轻松的事让我分心。结论出来以后，我做了一件事。那天晚上的直播，我把在清溪村1年半的完整账目打开了，共享屏幕，一笔一笔念。2月15号，王秀兰蜂蜜6罐，销售额588元，平台佣金归王秀兰本人，方艳秋收取费用0。3月2号，陈德全腊肉15斤，销售额1050元，平台佣金归陈德全本人，方艳秋收取费用0。3月18号，刘光明土鸡蛋200枚，一笔一笔念了20多分钟，每一笔后面的收取费用栏都是0，弹幕炸了，卧槽，这是什么人啊？免费帮忙还被赶走，那个村的人是不是脑子有病？艳秋哥你太亏了，到底是哪个村？我要去骂他们。我连忙说，大家别去找他们，都是乡亲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。这句话反而让弹幕刷得更厉害了，心疼艳秋，你太善良了，好人不该被这样对待。当天直播的观看人数从平时的2-3万飙到了15万，一夜之间涨了8万粉。好几个之前观望的平台合作方主动联系了我，一个茶叶品牌的人在直播间发了私信，方老师，我们的野生茶系列想跟你做联名，方便聊聊吗？这场直播的录屏被人剪了转发，转到了清溪村几个人的手机上。刘大伯看完以后，坐在院子里抽了半包烟，一根接一根。王婶看完以后，跑到钱广明家门口拍门，他拍得很重，整条巷子都听得见。钱广明，你害了方艳秋，你害了我们全村。钱广明没开门，透过窗帘缝，他看见王婶在外面，手指头戳着门板骂。他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，脸色铁青。第二天村里议论更大了，小卖部有人说方艳秋1分钱没拿过，账目都公开了。你看钱广明抽25%的佣金还亏本。有人说早知道不该信钱广明的话，方艳秋那孩子老实巴交的。这些话传到钱广明耳朵里，他在家里摔了一个碗，碗碴子崩到周芳脚面上，2个人在厨房吵了半个小时，隔壁听得清清楚楚。有人把这事传到了群里，清溪村的微信群现在变成了一个专门讨论方艳秋和钱广明的地方。有人说钱广明活该，有人说吕德厚也跑不了，还有人翻出了方艳秋当初在清溪拍的那些直播视频，一条条转发到群里，每一条下面都有人评论，看看人家当初给咱们做了多少事。周芳从卧室出来说，你不出去说说？他没吭声。到了夏天，我算是真的站稳了，小黄姜月销突破了15万，那个焦作醋泡姜的视频到现在还在涨播放量，每天都能从这条视频带来新客户。手工调粉成了一个平台，地方特色板块的首页推荐产品，最大的一个突破是野生茶的联名，那家高端茶叶品牌派了品控团队来看了产地，在那片废弃茶园里待了2天，采了样品送回去检测，报告出来以后，对方总部回了一句话，品质没问题，合同走起来。联名茶叶一上线就卖空了第一批，我的直播号粉丝突破了50万，在整个县里没有第二个做农产品做到这个体量的。临县把我作为乡村振兴的典型报上去了，县电视台来做专题采访，记者让我说2句感言，我说我就是个卖农货的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他让我再说点，我说把农户的好东西卖出去就行了，他只好自己补了一段旁白。采访完，记者又拍了几个镜头，我的工作室、打包间、仓库里码的整整齐齐的产品。摄像大哥拍着拍着说了句，你这仓库管理比我们台里的库房都整齐。我说习惯了，以前在供应链公司就是干这个的。拍完以后，记者私下问我，你以前在清溪村的事我们查到了一些，你被赶走的事能说说吗？我说不方便。他说我理解，但我看得出来他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。那条新闻播出以后，临县的老百姓开始认识我了，有人在街上碰到我说，你就是电视上那个方艳秋。我说是。他说你帮我家也看看能不能卖点什么。我说你家有什么？他说我家种了2亩李子。我说李子不好运不好卖，但做成果干可以试试。他说行，你什么时候来看看？这种对话越来越多，我的电话本上多了10几个新号码，全是主动找上门来的农户。我带动的不只是自己的生意，跟我合作的临县农户有100多户，每户平均增收2-3万。有个种黄姜的大叔跑来跟我说，方艳秋你来之前，我那些姜2块5一斤都卖不动，现在我算了算，今年能多挣4万。他说这话的时候在笑，但眼圈是红的。清溪村那边彻底完了，有人算了一笔账，方艳秋在的那年清溪卖了300万，70多户人家每户多了4万多。方艳秋走后，钱广明的合作社总共卖了不到8万，等于每户亏了将近4万。这笔账以前算不清楚，现在越算越明白。有个老太太在吕德厚家门口指着窗户喊，你和钱广明欠清溪300万。吕德厚在屋里听到了，窗帘动了一下，没人出来。合作社名存实亡，钱广明已经不管了，他自己的农资店都快撑不下去了。镇上另一家农资店去年在他对面新开了一家，价格比他低1成，把他的客户抢了一半，加上村民没钱买化肥了，2头1家，他的店1个月营业额只有以前的3成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他进的一批复合肥到了保质期快过期了。
50多袋，占了半个仓库。以前这些到了春耕前就能卖完，今年村民连种地的心思都淡了，种出来的东西卖不掉，种它干嘛？清溪村今年连菌子都没怎么采，采了干什么？卖不掉。有4户人家直接把茶树砍了当柴烧，留着占地方不说，看着就来气。我爸在家里收拾院子，院子里挂着几条腊肉，苍蝇围了一圈。以前我在的时候，这些腊肉早就真空包装发走了，现在就挂在那儿风吹日晒。钱广明又来了临县，但这次他不是直接来找我的，他先去找了一个跟我合作的临县村长，姓黄的黄村长。钱广明跟他套近乎，黄大哥，我们清溪的东西品质也很好，能不能搭着方艳秋的渠道一起卖？黄村长说，这个你得问方艳秋，渠道是他的。钱广明说，我们是亲戚，他肯定答应。黄村长看了他一眼没接话，钱广明只好又来找我了。这次我的工作室跟上回不是一个量级，临县给了我一整层办公空间，100多平米，10几个员工在里面忙，有人在打包间打包，有人在拍摄区拍产品图，有人在工位上接客户电话，墙上挂了几面锦旗和合作方的牌匾。他站在门口看了很久，一个员工过来问他，你好，你找谁？找方艳秋，方总在里面开会，你稍等一下。方总，他嚼了嚼这2个字。1年前他在除夕饭桌上让我去他店里帮忙，1个月3500管吃，现在人家员工管我叫方总。他在前台旁边站了有5分钟，那5分钟里，他看到了3个员工从他面前走过去，每个人手里都抱着一箱货，墙上挂的一面锦旗他凑近看了看，上面写着祝农惠民真诚合作，落款是临县某某村委会，另一面写着诚信经营品质为先，是县农业局送的。我从里面出来的时候，他站在前台旁边，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是2条烟，不是什么好烟，他店里卖的那种。这次他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，没有了除夕饭桌上的嚣张，没有了你也别端着了的口气。他搓了搓手，把烟放在桌上。艳秋，你看清溪跟这边也不远，那边的东西确实好，你现在渠道也做大了，能不能帮帮忙？我倒了杯水喝了一口。广明哥，你把我赶出来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，你还记得吗？他的脸一下子就红了，嘴唇动了动，没发出声。我说滚出去，再也别回来坑我们。这话是你说的。他低下头看着桌面。我说我不记仇，但我记事。清溪的东西好不好跟我没关系了，你找别人吧。他走了以后，一个年轻员工过来问我，老板，你为什么不帮？清溪的东西确实好，我看了他一眼，我帮了1年，好东西他们砸了，现在让我再帮，谁给我砸碎的设备买单？谁给我爸在除夕夜丢的脸买单？那小子不吭声了。我坐回桌前，电脑屏幕上是下个月跟那个茶叶品牌联名的合同，我签了字，签完靠在椅子上，外面打包间传来胶带撕扯的声音，呲啦呲啦的。今天发130多箱货，去年这个时候我在清溪一天最多发40箱。桌上柜子最上面那2条烟，钱广明上次留的还在那儿，没拆也没扔。省里搞了一个农产品电商大赛，各个县推荐参赛选手，临县推了我，比赛在省城3天，我带了3个产品的样品和一份20页的案例报告去的。评审团有7个人，问了我不少问题。有个评审问，你在清溪村的年销300万是怎么做到的？你的方法论是什么？我说没有什么方法论，就是一个产品一个产品做品控，一个客户一个客户维护，一场直播一场直播播。他追问，那你为什么离开了？其他评审互相看了一眼，有个年纪大的说不方便说就不说了。另一个评审问，你做农产品溯源是怎么做的？成本高吗？我说不高，一卷标签纸30块打500张，6分钱一张，但这6分钱能让客户看到产品是谁种的哪天采的，信任就是这么建起来的。评审结束以后，有个企业家递了张名片，说他在省城做有机食品连锁店，想谈合作。我们在走廊上聊了20分钟。初步定了1个月公5千金，综合农产品的意向。他点了点头，在评分表上写了什么，最后拿了1等奖，奖金10万块，加一个省级农业品牌扶持名额。颁奖典礼上，我穿了一件新买的白衬衫，叶小棠非让我买的。站在台上的时候，下面坐着各个县的农业局领导和媒体记者。主持人介绍我的时候说了一句，方艳秋同志曾在某山区村庄创造了年销300万的成绩，后因故离开，在临县重新创业，1年内做到全县电商第一。因故离开4个字，台下有个记者后来找到我，问因故是什么故，我没说，但记者这种人，你越不说他越想挖，他自己去查了。方艳秋在清溪村的事情并不难查，直播号上的旧视频还在，评论区有大量老粉丝的留言，那场公开账目的直播录屏也还在。很快一篇报道出来了，标题是免费帮全村卖货300万的年轻人为何被赶出村庄。报道不长，就是列事实列数据，写了我在清溪的1年干了什么，卖了多少，收了多少佣金，然后写了被赶走的经过，没有渲染，没有煽情，就是把事情摆在那里。最后写了我在临县重新起步，1年做到县里第一。这篇报道在县级和市级媒体上传开了，清溪村的人看到了。说实话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问题的，可能有人是在看到报道的时候，也可能更早，在菌子烂在筐里的时候，在蜂蜜10块钱卖给2道贩子的时候，在3家大客户全跑了的时候。但报道出来以后，有些话就不得不说了。有人开始问方艳秋到底有没有卖假货，有没有黑钱，证据在哪？当初是谁先说的？有人去找钱广明，你当初说人家卖假货，你有证据吗？钱广明支支吾吾的，那个大家当时都看到了吗？那人说看到什么了？我只看到你拿锤子砸人家电脑。有人去找吕德厚，吕德厚关了门不见人。有人趴在他家窗户上往里看，看到他坐在沙发上抽烟，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。王婶第一个在村口喊出来了，他站在小卖部门口，嗓门很大，当初就是钱广明搞的鬼。方艳秋1分佣金没收过，我的蜂蜜钱1分不少都在我卡上，不信你们自己查。他把手机里跟我的转账记录截了图，打印出来贴在小卖部的墙上，每一笔清清楚楚。刘大伯也翻出了他的，老陈头翻出了他的，越来越多人翻出来了，没有一笔克扣。村民的火气转向了，有人在钱广明的农资店门口堵了3天，不是一个人，
3、4个老头老太带着马扎坐在门口，有人骂你把方艳秋赶走了，你赔我们的损失；有人更直接，钱广明你还我的俊子钱。钱广明的供货商老马也上门了，他欠了老马11万的化肥款，之前一直拖着说等合作社赚了钱就还，现在合作社黄了，老马带了2个人坐在店里不走了。钱广明你要不还钱，我就住在你店里了。钱广明急得到处借钱，打了一圈电话，他弟弟借了他2万，其他人都说手头紧。周芳在家里大哭了一场，他骂钱广明都是你搞的好事，人家方艳秋好好帮我们赚钱，你非要把人赶走，现在好了。钱广明瞪了他一眼没说话。吕德厚被镇里叫去谈话了，赵副镇长把考核数据摆在桌上，去年清溪村在我手里做到全镇第1，今年直接垫底。吕德厚张了张嘴，赵副镇长又说了一句，那篇报道上面也看到了，让我了解情况，你自己想想怎么交代。吕德厚出了镇政府大门的时候，走路都是飘的，回到村里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坐了一下午，他老婆叫他吃饭他说不吃，他在想怎么办。当了10几年支书，第一次觉得位子保不住了。晚上他给钱广明打电话，想了很久才接，钱广明声音也不好，找我干嘛？吕德厚说，广明这是怕是要出大问题了。钱广明说，能出什么问题？最多挨2句骂。吕德厚说，你那个举报信的事上面知道了，还有修路款的事可能也要查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钱广明骂了一句脏话挂了。这天晚上有人把那篇报道的链接转到了清溪村微信群里，几十条消息弹出来，有在外打工的问这说的是咱们村，也有人说早该有人写了。钱广明看到了消息，但一个字没说。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最先反应过来，有个在广州打工的小伙子直接在群里发了一段长消息，他说去年过年回家的时候，他妈拿了1万多块钱给他看，说是方艳秋帮卖土鸡挣的，他妈活了60年第一次挣那么多钱，高兴的一晚上没睡着。今年过年回家，他妈把那些鸡全杀了炖了，卖不掉了留着也是废饲料。吕德厚连群消息都不敢看了，第2天他直接退了群。退群的提示弹出来的时候，有人说了句哟，吕支书跑了。来找我的不是钱广明和吕德厚，他俩在村里已经待不下去了。来的是5个老人，王婶、刘大伯、老陈头，还有2个大婶，他们是代表全村来的。5个人坐了2个小时的班车，从镇上转到临县，又走了20分钟才找到我的工作室。进来以后，他们挨个在椅子上坐下来，手不知道往哪放，眼睛四处看，看墙上挂的那个省级电商大赛1等奖的奖状，看桌上堆着的合同文件，看窗外停着的2辆面包车，我上个月买的，跑送货用。王婶先开口了，她说了2句话就哭了。艳秋，婶子对不住你，当初他们砸你东西的时候，我应该拦的，我只喊了一声，就被钱广明推到一边去了。我应该再喊的，我应该站到你前面去的。刘大伯红了眼圈，他声音很低，艳秋，我们被人蒙了，是我们瞎了眼。那天你走的时候，我在家里看见了，灯关着，我从窗帘缝里看的，我没敢出来。老陈头一直低着头不说话，他的手在膝盖上搓来搓去。我知道他在那天晚上推倒了一个货架，旁边坐着2个大婶。秦大婶以前帮我收过鸡蛋，彭大婶是卖手工粉条的。2个人眼眶红着但没哭出来。秦大婶小声说，艳秋啊，我家那些鸡蛋你走了以后全烂在窝里了，300多个。彭大婶说，我做了20斤粉条码的好好的，到现在还堆在灶房里。我听他们说完，站起来倒了5杯水端过去，一杯一杯放到他们手边，然后我坐下来问了3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当初钱广明说我卖假货，你们有谁去查过？手机上就有转账记录，每一笔都在，查一下就知道我有没有黑过1分钱，你们有谁查过？没人回答。第二个，砸我设备的那天晚上，20、30个人冲进来，有谁哪怕1个人先问过我一句，艳秋这是怎么回事？没人回答。第三个，我在清溪干了1年，300万的活，1分佣金没收，你们有谁在我被赶走之前帮我说过一句话？沉默。王婶又哭了。我说了一句，我说我知道，但是1句不够。屋子里安静了好一会儿，外面仓库那边传来员工搬箱子的声音，我的语气从头到尾没有变过，不大声也不小声，不生气也不激动。我说我不怪你们，你们被骗了，我也被骗了。我以为做了好事就会被记住。我停了一下，但是我不回去。我在这边已经有了自己的团队、自己的品牌、自己的合作伙伴，他们信任我，我也信任他们。我没必要再回一个把我赶走的地方。5个老人走的时候，我送到了门口。王婶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最后什么都没说。刘大伯走到门口的时候，突然停下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，是一小罐蜂蜜，很小，大概装了2两，瓶子上没有标签，就用一个皮筋扎了个布盖。他说这是今年的新蜜，不成样子没法卖，你留着自己喝。我接过来，罐子还是温的，他一路抱在怀里。那罐蜂蜜我后来一直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，没舍得喝。有时候打开抽屉，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花蜜味，那个味道跟清溪村山上的味道一模一样。老陈头经过我身边的时候，终于开了口，他声音很低，艳秋，那天晚上那个货架是我推的。我说我知道。他低着头走过去了。他们走了以后，我关上门，站在窗户前面看了一会儿。叶小棠过来握住我的手，我说了一句，我不是不心软，上一次心软差点把我毁了。后来的事情我是从各种地方听来的。钱广明的农资店关了，老马带人来把店里剩下的化肥和农药全搬走了，抵了5万，还差6万。钱广明打了一圈电话想借钱，他弟弟之前借的2万又要回去了，说自己家也急着用。周芳带着孩子回了娘家，走的那天他把家里能带的东西全带走了，衣服、电视、电饭锅，连那辆新买的白色皮卡也开走了，贷款在他名下。走之前他在门口扔下一句话，跟着你算是倒了8辈子霉。钱广明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屋子里，听说有天晚上有人看到他喝了酒以后站在村口那面墙前面，墙上的片子滚出清晰，被雨水冲得差不多了，下面隐约还能看到我当初写的清晰好雾，山里的味道。他在那儿站了有半个小时，然后歪歪扭扭走回去了。吕德厚更惨，镇里的调查组下来了，查方艳秋这个事只是个影子，他们一查就发现了更多东西。3年前修村道的专项款账上少了4万块对不上，还有2户人家的宅基地审批，有人举报他收了好处，支书免了，
还在接受进一步调查。他连夜从村里搬走的。凌晨4点叫了一辆面包车，他往车上搬东西的时候，被企业的邻居看到了。消息一转，天没亮，村口就堵了7、8个人。有人指着他鼻子骂：“你把方艳秋害了，你把全村害了。”有人问他修路的钱你还不还？他老婆在车上哭，他脸色铁青，一句话不说。面包车从人群中间挤出去的时候，后视镜被人拍了一巴掌。又过了几天，王婶扛着一桶白漆和一把刷子去了村口，他把那面墙上“骗子滚出清溪”几个字刷掉了，刷了2遍，盖得严严实实，下面露出来的是我当初写的字：清溪好污，山里的味道。模模糊糊的，但还认得出来。他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，说了一句：“人家艳秋当初刷的是这个，我们给改成了什么玩意儿？”然后扛着刷子回家了。旁边几个人看着没说话。有个年轻媳妇用手机拍了一张白漆盖住了红漆，底下露出旧字。他把照片发到村里微信群，群里100多人，60多个在外打工的。有人说这面墙该留着，有人说留个屁丢人，有人说丢人的不是这面墙，丢人的是我们自己。没人再接话了。半年后，品牌山泉记覆盖了3个县，团队15个人。我不做直播了，主要管品控和大客户。跟叶小棠领了证没半久，给我爸在县城买了套2居室的2手房，不大但朝南，冬天有暖气。搬家那天，他在新房子里走来走去，摸了摸白墙，摸了摸灶台，什么也没说。晚上喝了2杯酒，突然说了句：“你妈没看到。”然后就不说话了。他把我妈的照片放在床头柜上，老家那张一直挂堂屋正墙的黑白照，边角都卷了。新房子是白墙，他舍不得钉钉子。中午吃饭的时候手机震了，微信加好友，备注写着：“清溪村方艳秋表姐周芳。”我没点，过了5分钟又来一条，备注改成了：“艳秋是表姐，有事找你。”还是没点。下午又来了一条：“艳秋真的急。”我看了3秒，锁屏放进口袋。下午开车去验收茶叶样品，路上经过一个岔路口，左边翻过2座山就是清溪村。我看了那条路一眼，往右拐了。回到办公室签了2份合同，一份省城连锁超市入驻协议，一份新合作村的供货合同。签完，一个员工进来说：“方总，茶叶品牌的人到了。”我说好。翻开合同的时候，手机又震了一下。周芳，我把手机翻过去，屏幕朝下，低头看合同。送走人以后，天快黑了，该去给我爸送鱼了。下楼的时候经过停车场，我那辆2手面包车旁边停着上个月新买的冷链车，车身上印着山泉记。上了面包车，去菜市场买了条鲈鱼、2块豆腐、1把小葱，开往我爸的小区。